结婚纪念日5周年这天，老婆为了救她的白月光何景，出了车祸，在医院醒来后，她失忆了。她忘记了和我相识相恋的全部过程，只记得她的白月光。她在社交平台何景高调宣布：“这是我此生唯一挚爱。”我在评论区澄清我才是她的丈夫，她却对我恶语相向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爱的人自始至终都是。”我以为她是暂时失忆，忘了我，拼命挽留。可转头我就听到她跟闺蜜说：“失忆是我装的，何景回来了，我忘不了他。要不是趁着这次车祸，我都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摆脱他。”离婚当天，律师问我财产分割意见，我冷笑，1分都不给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得知老婆林雪出了车祸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我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匆匆忙忙赶去医院。可是到了医院，我才知道林雪失忆了，她谁都记得，唯独把我给忘记了。至于她出车祸的医院，让我觉得无比讽刺。林雪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何景，今天终于回国了。她去机场接何景，随后两人打算一同去餐厅吃饭。结果两人在过马路的时候，突然一辆小车冲过来，林雪推开了何景，自己却被撞倒在地。这会儿何景正抱着林雪的胳膊，哭得委屈：“都怪我，我就不应该让你来接我，不该让你带我去吃饭。”林雪温柔地用指腹抹去了他眼角的泪：“阿景，别哭了，你一哭我就心疼。”他的脑袋包裹着纱布，脸上却挂着甜蜜笑容，一点都不像刚出了车祸的样子。看见这一幕，我只觉得刺眼，连忙推开门，快步走进去。我冲到病床，握住他的手：“老婆，你没事吧？真是吓死我了。”林雪盯着我，脸上只有陌生和疑惑。她尴尬松开了我的手：“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？”“我是你老公韩进啊，老婆。”他不好意思笑笑：“对不起，但是我记得我一直喜欢的是他。”说完，他指了指旁边的何景，看着他的举动，我的心跌到了谷底。我手足无措，打开手机给他看屏保：“你看，这是我们的结婚照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虽然这个女生很像我，但应该不是我。我记得我没有结婚。”见他极力否认的模样，我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结婚证：“你看，结婚证总不能造假了吧？那我们离婚吧。”他陌生地看着我，语气平淡：“这位韩先生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了。我并不想和一个完全没有感情、没有印象的人生活在一起。”我张了张，还没来得及张口说话，林雪就闭上了眼睛：“韩先生，我要休息了，你出去吧。”看着他抗拒的模样，又看了看一脸无辜表情的何景，我攥紧拳头，默默退出了病房。我原本以为失忆这种狗血的情节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，可是没想到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当在病房里，林雪用陌生的眼神打量我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丝荒谬。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我与林雪结婚5年，这5年的感情不是假的。我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以前。回到家中，看着桌上的一大桌子菜和纪念品，心里有些失落。今天是我和林雪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，本想着要好好庆祝一番，却没有想到林雪却出了意外。而且还是为了救何景。何景是林雪的白月光，在我与他认识之前就出国了。但是后来我才知道，结婚之后，他背着我主动联系上了何景，他们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聊天，还偷偷给何景准备各种礼物。他以为他瞒得很好，
如果不是被我偶然发现了，他还打算出国给他庆祝生日，但他却没有被拆穿的心虚，反而是觉得我幼稚、乱吃醋。韩进，我跟何景清清白白，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现在只是朋友，你就不要无理吵闹了好吗？他看着我不信的模样，只好软下声音，拉着我的手撒娇道：阿进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相信我好吗？看着他无辜又真诚的目光，我心软了，我愿意相信他。这次还是一样，晚上刚打算放下手机睡觉，却发现林雪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，里面是他和何景两人在病房的合照，他们相互靠在一起，姿态亲昵，并配文：意外之后，我才知道最爱的是谁，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的。看到照片的那一刹那，我只觉得我的心碎了，但是又突然释怀了。在他心里，其实何景永远比我重要，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他，但是我还是不甘心，想给自己多年感情一个交代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煲好了汤，准备去医院看林雪，还在门口，就听见了他和何景说说笑笑的声音，我只觉得刺耳。推开门，林雪看见我之后，脸色突变，眼里也没有了笑意。这位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看着他陌生又疏离的眼神，我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涩。我默默将汤放在了桌上，盛了一小碗递给他。我来看看你，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补汤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汤，拧起了眉头。我不喝，你拿回去吧。看着他冷漠的态度，我有些强颜欢笑。我知道此时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。一旁的何景看着我，眼里都是挑衅和不屑，却还是装作善解人意开口：韩哥，你别介意，小雪失忆了，所以她对你难免有些抵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却没有放下碗，只是盯着林雪。我不信她对我没有感情，她却突然将碗一推，滚烫的汤瞬间倒在我身上和手上。我深吸一口冷气，她好似没有看见我的狼狈一样，指责道：我都说了不喝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的脸皮怎么那么厚？我握了握拳头，淡淡开口：我是你的丈夫，我的老婆住院了，我来看你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他却冷哼一声：你说你是我的丈夫，我为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你？我尝试说服他，结婚证造不了假，而且我们结婚5年了，感情一直很好。好吧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也是以前的事情了。我的心里现在只有阿景一个人，现在阿景回来了，你也应该给他让位了。何景眼神有些得意，仿佛在说：看吧看吧，只要我回来了，他还是会果断选择我。他脸上那抹若有似无的笑意，更让我觉得窝火。再次开口，我觉得我的声音在发抖：你真的要离婚吗？当然。我看着他坚定的模样，失望张了张口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他见我还站在这里，脸色不悦：行了，你走吧，这里有阿景照顾我就够了。阿景，送客。话音刚落，何景就站起来，推搡着我出病房。他跟着我到了电梯口，何景像是斗胜的公鸡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韩进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我默默攥紧拳头，见我没有说话，以为我是默认了。他轻叹一口气：没办法，谁让小雪对我一往情深呢？这些年多亏你在她身边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她的。我的家庭普通，而林雪家境优渥，当初和她结婚，她的家人一直不肯接受我。我发誓要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，证明给林雪的家人看。我没日没夜工作，为了谈合作，去各种应酬喝酒，还喝到胃出血。那天半夜，他睡在沙发上等我应酬回家，桌上还有一杯蜂蜜水。
我就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她幸福。婚后，我也一直尽心尽力爱护和照顾林雪，孝敬讨好她的家人。当初林雪与我结婚的时候，她满心欢喜地为我准备结婚戒指，亲手操办婚礼，戒指上还刻着我们的名字缩写。为了嫁给我，不惜与家人吵架决裂。她说跟我结婚，她是认真的，但是没有想到林雪说要和我离婚，也并不说着玩玩而已，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。听说她隔天就请了律师，拟好了离婚协议书。这天她出院之后，就迫不及待带着离婚协议回家，身后还跟着合景。这份协议你签了吧，我们好聚好散。说着，她将离婚协议甩到桌子上。还有，既然我们要离婚了，你今天就搬走吧。阿景刚回国，没有地方去，我打算先让阿景住这里。听见他的话，我满脸错愕，不可思议开口：你要赶我走，还要让他住我们的家？他点点头，一副理所当然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个陌生人，而且阿景刚刚回国，没有地方住。我笑出了声。原来怒极反笑这个词语是真的存在的，生气愤怒到了极点，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。何景放下行李箱，自顾自参观起来。韩哥，麻烦你了，不知道我睡哪间房呢？他突然停在了一间房门口，手已经握上了门把手。看见何景的举动，我脸色一变，压下了揍他一顿的冲动。不准碰，滚出去！我突然的开口，令那两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这个房子我也有份买的，我有权利拒绝。林雪面色极冷，瞪着我：你爱住多久住多久，反正我还有另一套房子。说完，她主动拉着何景的手走了。门砰的一声关上。另一套房子在市中心，这个城市最好最贵的地段，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他妈买给他的新婚礼物。不过他一直没有过去住，而是和我住在这里。抬眼看着这套房子，我不禁觉得过于讽刺。我和林雪当年一同挑选了这套学区房，想着以后我和他有孩子了，上学也方便。这里的装修设计是我们的共同想法，家具装饰都是我和他后来一点一点增添的。目光突然看见刚刚何景所占的那一间房，那是我为我还来不及出世的孩子准备的婴儿房。结婚后不到1年，林雪就查出怀孕了。我永远记得我听见消息的那一瞬间，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。我高兴了好几天。那天我兴冲冲准备装饰婴儿房，买好了一堆婴儿的用品。可是回到家后，林雪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，她只是冷着个脸，面无表情说道：我把孩子打掉了。我呆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以为是我听错了，我的四肢麻木，只觉得整个人一阵恍惚。那也是我的孩子，他居然这么狠心。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合适要孩子，我也不觉得我们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。那天我发了好大一顿火，他却不以为然，只是觉得他没有做错。那次是我和林雪首次陷入了冷战，以往只要吵架，基本都是我马上主动认错，生怕气到他。就算是他的错，只要他给我个台阶下，我也会当作无事发生。直到1个星期后，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说林雪哭着回老家了。我不知道林雪是怎么向我妈解释孩子的事情的，我只知道我妈说林雪一个女孩子嫁给了我们这种家庭普通的人，受了很多委屈。我和她现在的情况确实很不适合要孩子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我妈一直很喜欢林雪，觉得她虽然家境优渥，却没有大小节脾气，反而对他们也很孝顺，觉得我娶了她是我们家的福气。我知道那是她向我递出橄榄枝，每次都是这样。
林雪从来不会主动说对不起，她只会让我放下身段去道歉。那天我开了很久的车回老家接回她，她看着我，眼里有些得意。见我脸色不对，她连忙撒娇讨好。我知道这件事是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妈将她送上了车，回家前还交代我要好好对她。回家后，她却变了脸色，一改在我妈面前的温柔体贴，她反而理直气壮。你妈都没有怪我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看着她，心里突然觉得有点疲惫和失望。那是我第一次对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自从那次之后，我就没有再提起孩子了，房间也被我空置到现在。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有朋友发来一段视频，他说他在酒吧，没想到意外遇见了林雪和别的男人。林雪和何景在酒吧喝酒，身边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，看起来是在聚会。视频里众人高高举杯，恭喜小雪终于要离婚了。林雪靠在何景身上，脸上有些得意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早就厌烦他，打算离婚了，只不过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要不是趁着这次车祸，阿景让我装失忆，我都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摆脱他。视频最后几秒是众人起哄让他和何景亲一个。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这个视频，只觉得心如刀绞。没想到我的一片真心，人家根本就不稀罕，只觉得厌恶。我感觉怒不可遏。要来了地址之后，我打算开车去酒吧，却被告知他们已经走了。我思考了几秒，扭转方向盘，掉头去了林雪的那套房子。好在林雪和何景也刚刚回到，我在地下停车场拦住了打算上楼的两人。我上前狠狠地给了何景脸上一拳，何景被我打得猝不及防，吃痛地捂住了半边脸。没想到林雪见状，连忙上前，用力推开我。韩进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站在他背后的何景脸上朝我露出了一阵诡异又得意的笑容。我干什么？应该是你们干了什么吧？装失忆好玩吗？看着我愤怒的样子，他们也脸色一变。林雪淡淡开口：你都知道了呀。看见他承认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如刀割。我狠狠攥紧拳头，手指间死死地掐着掌心。我在期待什么？我早就该知道，他永远不会承认错误。见我沉默，林雪又露出了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的惬意。行吧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坦白好了，我确实没有失忆。看着他，我咬牙切齿问道：为什么？因为何景回来了，我想跟你离婚，我想摆脱你，够了吗？哪怕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可是当亲耳听到他的话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难过。他转身扶住何景，脸上都是得意。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说着，他伸出了手指，露出了无名指上的戒指。我脑海里好像隐约猜到了什么，不由得慌张起来。我和你的结婚戒指，其实是当年我和何景一起设计的情侣对戒。何景也看向我，脸上都是嘲弄。你戒指上的缩写字母，其实也是我的名字。说着还含情脉脉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象征着我们之间的爱与永恒。何景、韩进，名字缩写都是 HJ。我的身形微晃，我猜我现在脸色一定很难看。事已至此，我没了和他们再纠缠的力气，扯了扯嘴角。多年感情，算我喂了狗。低头看了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直接取下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林雪只是冷哼一声，没有犹豫，就挽着何景转身上楼。上楼前，何景在背后满脸挑衅地对我竖起了中指。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开车回家的，家里充满了我和林雪生活过的气息。打开抽屉，我突然看到了婚礼那天他给我写的信，
里面句句都是真情告白，承载着他的深情厚谊。如果不是今天他告诉了我戒指的事情，我恐怕到现在还以为信中的 HJ 是我。自嘲一笑，我将所有有关他的东西都打包起来。我已经分不清他送的东西是真心给我的，还是借机送给他心里的那个人。收拾完躺在床上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等迷迷糊糊睡着时，已经快天亮了。睡醒一觉，已经是下午。打开手机，却发现已经有10几个未接电话。原来是我妈意外扭伤了脚，进了医院。我连忙赶到医院，见我妈没事，只需要休息几天就好，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我妈见我一个人过来，起身疑惑问道：“小雪呢？”我犹豫了一会，不知道如何开口解释，只好道：“她回娘家了。”“那你打给电话给她吧，我想跟她说说话，怕我妈难过。”我只好出病房打电话给了她，打了几次才接通。她在那头冷冷道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我妈住院了，想打电话跟你说说话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。“我跟你之间的事情跟我妈无关，她对你一向不错，有空你来看看她吧。”林雪轻嗤一声道：“韩进，她是你妈？”“不是我妈，她住院关我什么事啊？”说完便挂了电话。我紧皱眉头，没想到她居然这么绝情。我妈知道她家庭条件好，怕她嫁给我会感到委屈，一向待她如亲女儿，有时候甚至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好。我对她已经彻底失望，只想快点跟她离婚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回到病房，看见我妈期待的眼神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妈见我支支吾吾，心里了然，你们是不是感情出现什么问题了？迎着我妈犀利的目光，我紧抿嘴，只好点头承认。妈，我们打算离婚了。我妈叹了口气，难怪我前几天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有空跟你一起回家吃饭，可她每次都找理由推脱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“我还在电话里听见了他和其他男人说话的声音。”“男人？那个男人怕是何景吧？”现在他居然连我妈也不避讳了。看我妈尴尬的脸色，怕不只是说话那么简单吧？心里突然一阵犯恶心，手不自觉握紧了拳头。看着我的模样，我妈微微叹了口气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“你想做什么就做吧，妈都支持你。”在医院陪了我妈几天，我和林雪没有再联系。我妈出院后，我一心扑到了工作上，每天兢兢业业。在一次完成重要合作后，领导居然提拔我做合伙人。我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更加卖力干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在一天晚上加班回到家后，没想到家中竟然亮起了灯。就在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不好的片段的时候，一道轻柔的声音响起：“韩进，你回来了。”是林雪端着一碗海鲜粥从厨房出来。我知道晚上加班回来你肯定饿了，所以晚上特意给你打包了一份海鲜粥回来。我看着他有些疑惑，不知道他又在玩什么把戏。我冷哼一声，扯了扯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林雪没有理会我的冷漠，只是走到沙发坐下。“这里也是我的房子，我回来不是很正常吗？”“韩进，我大晚上等你回家，给你准备宵夜，你就这种态度吗？”看着他一改刚才的温柔，马上就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。我只觉得好笑。我对海鲜过敏，尤其是虾，所以餐桌上很少出现虾之类的海鲜。可是他不下厨，而且在家都是我做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好像也没有真正关心过我，不然怎么会连我海鲜过敏都不记得呢？我早就该知道的。他对我毫不在意，是我对他的爱导致我忽视了这些细节。我自嘲一笑，直接道：“有事就直说吧。”林雪见我直接挑明，也没有再装模作样，
既然我们要离婚了，我打算把这个房子卖掉，你这几天尽快搬出去吧。”没有理会我紧皱的眉头，他接着往下说：“何景的创业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打算给他投资。我今天已经约中介看好房了，过几天你来签个字就行了。”听见他的话，我不可思议盯着他，真的是没忍住被气笑了。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决定卖房，还趁我不在家擅自带别人过来看房。可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，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。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不想再住了，但不是他这种态度。他让我走，我就得马上搬走。我走到沙发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。我凭什么要答应你？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就算要卖房，也得经过我的同意。林雪见我不善的态度，她直接站了起来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大家也还可以当朋友。你就当帮何景的忙，何景公司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毕竟我和他们也有几个共同朋友。他对外宣布只是公司财务出现了问题，但是不严重。林雪帮他填了一部分窟窿，还到处帮他借钱。毕竟我和林雪还没有正式离婚，其中可能会牵涉到我。所以我多留了个心眼。我嗤笑，我可没有你们这么个朋友。但是出于多年感情，我还是好心提醒他，你还是多留意何景吧。谁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？林雪冷哼一声，我看你是害怕何景的公司到时候比你强吧。既然他听不进去，我也懒得跟他废话，反正房子我不卖。见我丝毫没有让步，林雪盯着我看了几秒，转身气呼呼走了。门被重重地关上，宣泄着她的不满。我没有在意她的情绪，反而是默默走到门口，将密码锁改了新的密码。自那以后，林雪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不过我没接。我没有刻意关注他们的消息，因为自从当了公司合伙人后，我的工作越来越忙。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，但听说何景的公司好像也慢慢出现了好转。可能何景听说了我不肯卖方的事情，反而暗暗跟我较劲，跟我抢起了客户。但是我也没有多做忍让，这个项目至关重要，既然他要跟我斗，我自然奉陪到底，不会认输。在成功抢过项目，赢了何景后，我准备办个庆功宴。毕竟算是双喜临门，我当然要好好高兴一下。本以为会等来林雪或者何景的指责和谩骂，没想到却没有接到他们的任何电话。而他自这次以后也没有再跟我抢过生意。过了几天，一个好友打电话过来，说何景投资失败了，对方卷钱跑了，他还欠下了一屁股债，公司要破产了。林雪将他妈送给她的房子拿去银行抵押了，现在何景公司破产了，房子也赎不回来了。何景现在被催债的人逼得躲起来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林雪回家跟他妈要钱赎房子，结果他妈被气进了医院，还检查出了瘤子，他们现在一团糟。林雪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那头传来林雪哽咽的声音：“韩进，我妈妈住院了，我们还没有离婚，好歹她也是你妈，你可以来看看她吗？”我觉得有些好笑。之前我妈住院，她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最近工作忙，可能没有时间。她在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说道：“韩进，你这是在怪我之前没有去看你妈吗？”我冷哼一声，原来她也还记得这件事啊。但是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果断挂了电话。没想到过了一会，却意外等来了林雪爸爸的电话。他们家一向看不起我，从没有将我当作真正一家人。我本准备迎接他爸爸劈头盖脸的臭骂，可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有些无奈：“小韩呐，我知道小雪有错，但是你们好歹夫妻一场。”
我沉默了几秒，犹豫地说了声好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林雪早已哭得梨花带雨，面容憔悴。她看见我，立刻扑过来抱住了我。韩进，你来了。我的身体僵硬了一下，却还是轻轻推开了他。你别误会，你妈妈还是我的长辈，我只是来看你妈妈的。我来医院只是因为林雪的妈妈现在还是我的岳母，于情于理我都该来看看她。我请我的大老板帮忙找了这方面的专家进行会诊，还好是良性肿瘤，在第一时间做完手术后，他妈已经没有多大问题。出院以后只需要在家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。只是刚出院的时候，何景打来了一个电话，不知道那头说了什么。林雪冲着电话大吼：我妈肿瘤住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这几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马上把我借给你的钱给我，整整100万，还有我妈给我的房子，你马上去赎回来。这次如果不是韩进，我妈可能就要出事了。我吃惊看着他，他对何景从来没有过这种态度。他突然抬头望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不自然和歉意，又扭过头继续讲电话。我懒得听他们吵架，趁着林雪没有注意这边，我转身离开了医院。不管林雪是不是知错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是我对她的最后一点仁慈。这几天我已经托人帮我找房子，等找好房子，我再和林雪把这个房子卖掉。我主动打了电话过去，跟她商量离婚的事情。她在电话那头却犹豫了。韩进，我不想离婚了。直到我妈住院，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好。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吧。我直接冷笑拒绝。我把离婚协议寄给你，你签了。1个月后我们民政局见。不管他是不是真心实意，我都不想再和他纠缠了。我已经累了。我和林雪又开始了互不打扰的模式，每天3点一线。我本以为林雪会知难而退，却没有想到她跟个没事人一样。她经常打电话给我，我不接，她就给我发信息，对我嘘寒问暖。这样的她让我有些疲惫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便主动打电话告诉她，没必要这样，我是真的想离婚了。她消停了几天，就在我以为她放弃的时候，她竟然来公司找了我好几次。她给我送饭，给我的同事点下午茶，我却一次没有吃。今天特地当着她的面将饭扔进了垃圾桶。忽略她诧异的表情，我冷冷道：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她突然有些生气：韩进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？我已经跟何景结束了，再说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为了这点小事，至于吗？我吃惊看着他，小事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他居然还觉得只是一件小事，他居然认为我是在闹脾气。林雪见我脸色有些难看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，脸上闪过一丝歉意和不自然。她不好意思地扯开话题：对了，明天是你生日，不然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我有些意外，结婚多年，这是第一次他主动邀请我一起过生日。以前都是我提前告诉他我的生日，让他抽出时间陪我吃饭。他经常找理由推脱，也不会主动给我准备生日礼物。他只会记得何景的生日，给他精心准备生日礼物。但我现在不需要了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有约了。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只能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了。说着，我拿起桌上的座机。见我认真的举动，林雪抿抿唇，不甘心看了我几眼，转身离开了。第2天，刚好我又拿下了一个大项目，恰逢我的生日，大老板便提议去酒店吃饭庆祝一下。晚上在饭桌上，林雪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她接着给我发了信息：家里的密码你怎么换了？
我感到疑惑，他来家里干什么？没有回复他，而是放下了手机。吃完饭，有同事意犹未尽，提议去唱 K。看着大家兴致高涨，我也不好意思推辞，毕竟也很久没有这么高兴和轻松了。凌晨回到家中，没想到看见林雪蹲在门口，我有些诧异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不好意思笑笑：“你回来了呀，我买了蛋糕，本来打算和你庆祝的。”我打开门，她默默提着蛋糕跟着我进来。她自顾自把蛋糕放在餐桌上，将包装拆开。“你喝了酒，现在应该饿了吧？我刚刚给你点了个海鲜粥，应该差不多到了。”我淡淡开口，我对海鲜过敏，尤其是虾。她切蛋糕的动作一顿，有些尴尬。我忘记了，我无所谓笑笑，没关系，也不重要了。对了，我已经找好房子了，过2天就搬过去了。你联系那个中介，把这个房子卖了吧。我指了指客厅角落里的几个箱子，还有你的一些东西我已经收拾出来了，你有要的就拿走吧，不要的就扔了。他走过去看了看，突然翻出了我和他的合照。当初我和他结婚的时候，没有拍婚纱照，他说不喜欢拍照，所以我们只是简单领了证。这几张合照还是哄他哄了好久才拍的。我打印出来的时候，看着照片还傻乐了好几天。他眼神有些受伤：“这些你都不要了吗？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剩下的这些都是你的。”我有些累了，先去洗澡休息了，没有理会他。我径直向房间走去，突然想到什么。对了，林雪见我停下了脚步，眼里有些惊喜，以为我是后悔了。下周1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你不要忘记了。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林雪已经走了。2天后，中介带人过来看房，对方很满意，当场决定要买下房子。林雪尽管有些不愿意，却还是签下了卖房合同。第3天，我正式搬进了新房子里。本来想让我妈搬过来跟我一起住的，但她说她还是喜欢住老家，便拒绝了我。到了去民政局的日子，在民政局门口，林雪面容憔悴，眼里有些悔恨。她上前拉着我的手臂，眼里都是哀求。“韩进。”我轻轻掰开她的手，没有说话，而是默默走进了民政局。1个小时后，我和林雪从民政局出来，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我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，没有关注林雪现在是什么表情。我转身上了车。自那以后，林雪还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但是我都没有接，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跟我打电话的，我跟她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。不过后来听说一个共同朋友说，何景被警察抓了，他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，骗了很多人去投资他的公司，结果他和同伙卷钱跑了，在跑路的时候被警察抓了。其中林雪被骗得最多，但是现在才追回一部分。林雪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还去现场指着他大骂没良心，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的制裁。我没有再去关注他们的消息，每天还是忙于工作，但公司在我的经营下发展越来越好，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